超冷又超冷清，就是大家都回家过圣诞节了，大家都回家吃圣诞大餐，跟家人团聚。然后这个路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走。现在在斯德哥尔摩，昨天刚到。推荐大家来这个博物馆参观一下。我来的时候刚好有我最喜欢的太空展，有摄影作品，也有互动装置，同时也会有其他不同主题的展览。除此之外，当天还有一个记录生产的展览，看了真的非常的感动。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找到可以眺望整座城市的制高点。这个是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景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整片河川跟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斯德哥尔摩是一座非常有魅力的城市，所有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事物，凝聚了一种平稳而幸福的城市气息，让我深深的着迷不已。夜晚的斯德哥尔摩闪闪发光，城市建筑的灯火洒落在河道上，在黑夜中发散着光芒。现在在斯德哥尔摩的心得，就是很早就天黑了，3点就天黑了，然后早上日出也很晚，所以有日照时间真的超短的。晚上的斯德哥尔摩跟早上的差超多，早上白天的时候就是根本在路上，然后大家都安安静静的，然后就整个就是一个超安静的城市。但现在到晚上就是变得闪闪发光，然后很多人在路上走来走去。独自一个人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上，现在是晚上7点。今天晚上3点的时候就已经天几乎全黑了。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我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2024年24岁的这时候独自踏上北欧之旅。以前在课本上面看到北欧，印象都是又远、日照又短，又冷。
他们想要自己真的来到这边，是蛮神奇的。然后也很感谢自己这样子过关斩将来到这里。这一天，我决定搭乘水上巴士，沿着海流环绕这座城市。这14座岛屿组成了斯德哥尔摩。我跟着当地人的巴士路线，一站又一站，从西到东，认识了这些岛屿。有没有卖女孩的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感觉？靠，讲反了，就是所有店都关门了，然后路上超冷清，外面超冷又超冷清，就大家都回家过圣诞节了，大家都回家吃圣诞大餐，跟家人团聚，然后这个路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走，今天真的超冷。我就突然觉得真的很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感觉。然后我跑了好几家店，刚才想去吃火锅，刚拍应该就是火锅店，它 Google Map 上面写说有开，结果我到了之后就没有开。然后我现在就在到处找，就是还有哪些店是有开的，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就是有几家它现在显示是有开，只是它还没有更新，它到底有没有开，所以我就自己去看。但今天因为是平安夜，所以所有的博物馆跟餐厅都关门了。我刚才已经跑了3家店，3家店都已经关门。然后我现在要去最后一家，最后一家是日式拉面店 Tokyo 拉面，希望不要再让我失望。就完全没有店有开啊，亮亮的，但是里面都没有人，然后大家都回家。我就是卖火柴的台湾小女孩。我不知道想要干嘛，现在才几点啊？好可爱哦！今天的人最爱，好可爱哦，好粉哦！因为它的圣诞帽是粉红色的。现在才4点半，然后刚到3点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天黑了。然后现在4点半就是守在外面好冷，然后冻到会受不了。现在4点半，就所有店都已经关了，然后外面也没有人，就是4点半，很像，就是才正要开始我的旅程，可是4点半已经太晚了，已经差不多可以就吃个晚餐回家睡觉。而且我刚刚已经去家唯一还有开的连锁咖啡店吃了一块蛋糕跟热巧克力，然后后来他4点要关门，所以我又被赶出。后来我决定回到青旅。发现早上搭船时认识的一位印度女生，居然和我住在同一间旅馆。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在楼下吃晚餐，一起度过这个平安夜。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缘分。我们聊了彼此的生活、工作、家庭，各自的这趟长途旅程，以及旅行中的收获。虽然不知道下次再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此时此刻，我们却一起在异地度过了1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斯德哥尔摩是我目前去过觉得最有魅力的城市，就是它的市中心很像日本，然后就是很干净，然后很整齐，很多东西可以逛，一些非常先进跟发达。但是坐10分钟的车到这边，你就会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然后就有湖跟步道，在这边跑步，这是我最想要的那种环境的氛围。然后我觉得第一天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太到它这边的城市氛围是怎么样。我觉得差不多今天已经是第4天、第5天了，就真的可以明白为什么它会是这种城市氛围。它不是那种由外而内很强烈的，让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有一种氛围而影响你的那种感觉。所有的个人内在的集合体而形成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城市氛围，但是它就是一个很内敛的。然后你必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找到你自己过生活的方式，我感觉是这样。如果人随着长大，个性会有改变，喜欢的东西也会有不同的话，那斯德哥尔摩应该是现在最符合我个性跟我喜欢的地方，就是超级安静，然后宁静，不会有很吵杂的声音。因为在意大利就是一直都很吵，好，这些很明显，但是人又很有礼貌，很有距离。但是遇到还是会稍微点个头，这样就很可爱，就很安静，完全没有任何声音，完全听不到任何人在讲话的声音，安静到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欢，非常美如此。在哥本哈根，非常漂亮。但是我觉得我的心已经留在斯德哥尔摩，回不来了。我看到有人说，觉得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很死的城市，其实是因为它整个城市都是有一种很内敛的感觉，就是大家其实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很专心，有点像是向内寻找，而不是向外寻找那种。很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去做每个人该做的事，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它又是非常的现代化、非常先进的同时，坐10分钟的公车又可以马上到很舒服的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斯德哥尔摩是我现在目前去过城市里面，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最喜欢，但是应该会，我可以说它是最符合我现在想要住在或者待在的地方，真的很棒。